清晨醒来，她发现短发竟一夜即间，臀部突然变得饱满起来，腰间的赘肉也离奇消失，身体处处都透着陌生的违和感。她惊恐地走向镜子，竟然看到了女儿的脸。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弟弟又突然叫住了她。她跌跌撞撞地冲向主卧，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她用尽手段叫醒了床上的自己。 What are you? It's me, Mom. You're not my mother. Yes, I am. Get away, you clone freak! Don't you use that tone with me. 安娜难以置信地走向镜子，当母亲的脸在镜中定格时，强烈的排斥感与恐慌瞬间将她淹没。Oh, I'm like the crypt keeper! Okay, that's enough. 但更为致命的是，明晚是母亲与继父的订婚彩排，为了尽快换回身体，二人突然联想到了碰撞。但这天马行空的举动不仅没有将身体换回，还把他们撞得头昏眼花。可为了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屏息走下楼去，却发现家中一切如常，直到弟弟因爷爷而背不停地晃动桌子。 Grandpa, pass the milk. Pass the milk. 他们瞬间想到了昨天在中餐厅发生的诡异一幕。可此时继父已经赶到家门口来接母亲上班，母女二人紧张万分。安娜只能借口让继父在家门口等一下，并和母亲上楼商量对策。母女二人一致怀疑问题一定出现在餐厅老板给他们的那块曲奇饼干上，可眼下早已无暇深究。继父在楼下等候，安娜的考试也即将开始。此刻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先用对方的身份硬撑过这个上午，等中午再相约餐厅一同去寻找答案。可就在母亲准备换衣服替安娜去考试时， What? You pierced your navel? Yeah, I me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at. 母亲对此很是气愤。可看着母亲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安娜也很是不满。然而一路上安娜和母亲反常的举动让继父和弟弟都很诧异。为了避免暴露此事，母亲索性要求提前下车。可好巧不巧，就在他们站在路边商量下午的对策时，竟遇到了安娜暗恋的男生杰克。母亲显然对杰克这样的小混混十分不满。 You don't even know him. I know he's too old for you. 但安娜却再三嘱咐他要对杰克热情一些。可就当杰克走过来时，母亲却依然爱答不理。 Oh, this is my mother, Dr. Coleman. 而一旁的安娜却一脸娇羞地看着杰克，这让杰克既陌生又熟悉。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安娜借口有事先行离开了。临走前又再次嘱咐母亲 Walk with him. 但母亲却不以为然，甚至还批判起了杰克的外貌，这让杰克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在校园里看到了曾经的发小黛西，他与黛西热情的拥抱，却没想到下一秒 What are you doing? Run away. 母亲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看好的乖乖女黛西一直在把女儿当成捉弄的对象，而一直陪在女儿身边的却是自己曾经最不看好的嘻哈女孩们。但尽管如此，当朋友们打探她与杰克的进展时，母亲却说现阶段她只会以学业为重，而这反常的回答也让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另一边，安娜的处境似乎比母亲还要棘手。下车前，继父像往常一样刚要和母亲吻别，安娜却十分的排斥。 Cold sore. Cold sore. Where? I feel it coming on right there. Big one. I don't Big care. ooze. No, really. I'm thinking of you. Really. You. 安娜就这样躲过了尴尬的场面。可在前往诊所的路上，她无意间瞥见街边的橱窗，一个大胆的念头瞬间涌现。她转身就推开了商店的门，彻底沉浸在这从未有过的疯狂里。她不仅肆意刷着母亲的白金卡，还替母亲剪了一头利落时髦的超短发，甚至还打了一个一直都不敢尝试的耳洞。而等她从商场出来时，她整个人焕然一新，自信满满，神采飞扬。安娜就以这样的姿态来到了母亲的诊所。很快病人们纷纷来做心理咨询，但什么都不懂的安娜只能在一旁安静的聆听，直到一位母亲说自己在女儿的日记里发现了她的心理问题，这让安娜瞬间提起了精神。 That's bad mom award. But I'm concerned, Doctor, that she and this boy might be... You know, stop. Stop. Nothing is going on between her and this guy. Because if there was, she wouldn't be writing about it in her diary. She'd be out there doing it. 她气愤又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对面的这位母亲，或许只有真正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才能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然而此时另一边的母亲也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随堂测验上，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以母亲的学识而论，这本该是信手拈来的事。于是她自信从容，娓娓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朋友们也瞬间傻眼，他们从未见过这样侃侃而谈、专注于学术的安娜。本以为这一次一定能拿下高分，却没想到最后老师竟给了她一个 F。下课后，他找到老师追问原因，没想到对方的态度相当强硬。Grading is subjective. That was a college-level analysis. And you're qualified to make that assessment. 言语间甚至带着几分刻意与轻慢，但短暂交谈后，母亲突然认出眼前这位老师竟是当年高中追求自己却被拒绝的男同学。原来这份未能化解的心结，如今却被他全部迁怒到了女儿身上，这让母亲十分愤怒。 And by the way, Elton, she had a boyfriend.And you were weird. 但今晚是乐队的演出，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因此而耗费心力，可母亲却表示她不会参加乐队的表演，因为今晚是母亲与继父的婚礼彩排。朋友们瞬间愣住，这场演出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日子，而为了这来之不易的登台机会，安娜一直顶着母亲的高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更不理解为什么一夜之间，安娜就像彻底变了一个人。What is up with you today? You act like you don't even care about this band. 可面对如此的安娜，好友们也只能失望地转身离开。然而母亲刚走出校门，便看见安娜开着自己的车，摇摇晃晃地朝着这边驶来。母亲气得几乎说不出话，可当她看见自己被女儿打扮成这副模样，她瞬间崩溃。 My hair, it's gone. And what is this? What have you done to my Mom, ear? it's an earring. Take it out. Take it out right now. 这一路上，母女二人再次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最后母亲只能使出杀手锏，她不停地吃着炸薯条，以肥胖来报复女儿的身体。其实这互相折磨的戏码不过是安娜与母亲之间的日常。安娜经常因为那个带着偏见的 F 试图向母亲说明原委，然而在母亲的眼中，女儿所有的解释都只是狡辩。但对安娜而言，母亲的管束也近乎暴政。她已经16岁了，自己交什么样的朋友还要被反复唠叨，甚至就连卧室的房门都被母亲无情地拆掉，而母亲却始终不曾察觉父亲离世的阴影其实一直压在安娜的心底，而女儿那些激烈的叛逆或许只是她情感的唯一宣泄口。可面对愈演愈烈的局面，继父只好提议以全家外出用餐为由来试图缓和氛围。可到了餐厅，争执却并没有停止，母亲依然强硬地要求安娜放弃演出，必须参加她的婚礼彩排。安娜也被她彻底的激怒，当场和母亲争论起来。然而这一幕却被餐厅里的那位神秘的老板娘看到，但她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上前劝和，只是默默地端来了2块曲奇饼干。 This isn't really a good time. No, good time. 你唔明白佢，佢唔換下你，你要俾你換啥？你相愛明白啦，明白啦，媽媽咁啊。當他們勉強接過掰開餅乾的瞬間 A journey soon begins. Its prize reflected in another's eyes. When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lack, Then selfless love will change you back. 可还没等他们参透其中的含义，一阵强烈的震动猛然传来，二人顿时忘记了争吵，本能地关心着彼此，互相搀扶着冲向门外。可奇怪的是，餐厅里的其他人却并没有感到异常。 Did you feel that? Feel what?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No, there wasn't. Yes,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No, there was no earthquake. 而此时的老板娘也正从他们一家身后经过，并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而就在当晚，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母亲与女儿的灵魂竟在不知不觉间互换。但他们很快便想起了那块神奇的曲奇饼干，一切似乎都由此开始。于是第二天，他们再次来到了那家餐厅。 We'd like to speak to you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think happened to us at your restaurant. Yeah, something that sucks. 老板娘的女儿一听，便知道一定是自己那位热心肠的母亲又闯了祸。原来母亲看到安娜母女激烈争吵的样子，一心希望他们能真正的理解对方，才悄悄将那块神奇的曲奇饼干递给了他们。而想要换回灵魂，必须要真心的理解彼此。可显然目前的状况，他们离那份理解似乎还很遥远。安娜不想就这样被困在母亲的身体里，她也第一次靠在母亲的怀里，沮丧地哭了起来。而就在此时，安娜的手机闹铃突然响起。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Oh, I completely forgot. You have to be at Harry's school in 15 minutes. No, I hate teachers. You have to go. I'll go to your school and I'll take your qualifying exam 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Okay? Okay, let's go. 安娜只能不情愿地去给弟弟开家长会，可却没想到老师竟特意提起弟弟的作文写得很好，
直到他亲眼看见作文本上那稚嫩的笔记。原来在弟弟的心里，他这个姐姐一直都很重要，只是年幼的弟弟还不懂如何表达，才一次次用捣乱的方式来引起姐姐的关注。那一刻，安娜也终于在心底原谅了这个总是和她作对的小男孩。但另一边，母亲的进展却并不顺利。考试前，母亲特意去找了发小黛西，希望能与她重归于好，毕竟二人从小学开始就是要好的朋友。只是不知为何到了高中，却渐渐变得针锋相对。而听着母亲诚恳的叙述，黛西似乎有些触动。 All take our seats for the test. Sit with me. 母亲也终于如释重负。可谁知考试过程中，黛西竟悄悄递来一张纸条。母亲刚转头看去，黛西立刻举手示意老师，甚至一口咬定母亲在偷看她的试卷。就这样，母亲也终于尝到了被关禁闭的滋味。好在禁闭室的老师很快睡着了，母亲趁机溜了出来。谁知刚一出门，就迎面撞见了杰克。可无论母亲怎样解释自己没有作弊，杰克却依然将信将疑。为了自证清白，母亲坚持要去办公室找到试卷，把剩下的题目全部答完。杰克决定帮他一把，悄悄带他来到了办公室。母亲埋头答完了卷子，可接下来他却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找到黛西的答题卡，竟把它擦得一干二净。或许也是从这一刻起，母亲才真正的走进了女儿的世界。而此时另一边的安娜刚走进
却没想到竟看见自己的朋友被继父的人抓了过来。原来为了今晚的演出，朋友们本想直接把安娜绑回去，但眼下他们只好向安娜的继父坦白，请求借走安娜20分钟。然而意外的是，继父不仅欣然同意，还转身让母亲也陪着安娜一起去现场。 I never pushed Anna because I want her to like me on her own terms, in her own way. Now what are you still doing here? What do you mean? You should be over there. That's where you want to be. Cheering her on, that's where I want you to be. But go on. Go. I can hold down the fort here for 20 minutes. 继父的这份宽容深深地触动了安娜，但却殊不知，此时在演出的后台，母亲正背着贝斯，紧张的手心冒汗。尽管朋友们一再安慰，她却丝毫无法放松，因为她根本不会弹琴，而这也导致演出的开场一度混乱。母亲也只能悄悄地退到台侧。幸好安娜及时赶到，为了顺利地完成演出，安娜示意母亲，她将拔掉贝斯的电源，躲在幕后现场伴奏，让母亲站在台上表演即可。虽然母亲依旧紧张，但她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场。而当朋友的主旋律结束后，母亲还没来得及紧张，然而随着现场的气氛逐渐被推向高潮，母亲也第一次感受到了青春那股炙热的力量，也终于体会到了这个年纪的女儿所追求的澎湃与自由。当然，乐队也毫无疑问地入选了。可就在兴奋之际，二人竟突然想起母亲的婚礼彩排还没有结束，他们匆匆赶回会场，而看见丈夫莱恩独自面对满堂宾客的身影，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让女儿替自己传话，婚礼一定要推迟几天，因为她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完成这场庄重的仪式。但却没想到，此时的安娜竟直接举起酒杯，以母亲的角度娓娓道出了内心的感受。 So 3 years ago, we had a really bad thing happen in our family. We lost a father and a husband. And I didn't think we'd ever be able to get over it. But then, this guy next to me came into the picture. And everybody could see I was happy again, but I was still really worried about my kids, Anna and Harry. Whether they'd be able to accept a new man in their life. And now I know how Anna feels. And what she feels is that no one could ever take the place of her dad. Because he was a really great dad. But somebody could be part of a new family. Its own kind of cool new little unit. That for someone special as Ryan, that we would all just make a little room. 母女二人逐渐泪目，可随着安娜真挚而深情的诉说，一股强烈的震感忽然席卷宴会厅。这一刻，他们终于真正的理解了彼此，而他们的灵魂也终于换了回来。可怎料，安娜竟直接干脆举着酒杯，为母亲与继父送上了祝福。 I guess all I'm trying to say is, Ryan, welcome to our family. To the bride and groom. 于是婚礼很快在隔天举行，母女二人再次紧紧相拥，而一旁的杰克望着安娜与母亲，仿佛也明白了什么。最终他仍然走向安娜，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意，而影片也就此走向了尾声。其实在我看来，这部影片远不只是一场母女灵魂交换的荒诞奇遇，它更像是一次跨越时光的深切对话。16岁的安娜或许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心中那簇未曾熄灭的火焰，渴望自由，横冲直撞，却怀抱着最赤诚的热爱。而母亲则像岁月打磨后的我们，承担着责任、习惯与守护，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筑起了一道心墙。但巧妙的是，导演最终还是用最温柔的笔触描摹了母女之间的情感转变。母亲在舞台上那笨拙却投入的演奏，何尝不是对逝去青春的致敬呢？这场灵魂的地震，震碎的从来不只是身体的边界，更是岁月的隔阂。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母亲，也没有完美的女儿，有的只是在磕磕绊绊中仍愿向彼此靠近的两颗心。而真正的爱，也从来不是塑造成对方期待的模样，而是当我走过你来时的路，经历过你的笑与泪，才真正学会了如何用你的眼睛看见你，如何用你的心去爱你。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愿你们都能被亲人理解，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们天天开心，没有烦恼。我们下期再见，拜拜。